这份榜单的权威性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它背后有日本300位资深名医一辈子行医经验的共同投票，有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更有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反复验证的科学结论。在我们开始倒数之前，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市面上充斥着各式各样标榜养生神效的高价保健品，从几千元一瓶的维他命到上万元一罐的进口补品，厂商不断告诉我们吃了之后可以延年益寿、返老还童。但你知道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近年公布的多项研究，真正能够左右一个人健康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中，饮食的影响占了将近 40%， 远远超过遗传和医疗的总和。换句话说，你每天往嘴里送的那些食物，才是决定你能不能健康长寿的最大关键。今天我们就从第10名一路讲到第1名，把这份榜单原原本本地揭晓给你听。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把这支影片看仔细，因为这10样东西吃对了，可能让你延年益寿，多活10年。吃错了，再贵的补品，再多的保健食品也都是浪费钱。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倒数。排在第10名的是一个你家厨房几乎一定有，但你却可能从来不重视的小东西，那就是醋。是的，就是炒菜、凉拌、饺子蘸料用的那种普通的醋。可能你会疑惑，这么平凡的东西怎么能挤进世界10大健康食品的榜单呢？告诉你，这背后的故事绝对不简单。日本是全世界排名前3的长寿国家，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但你知道吗？日本电视台曾经做过一项非常严谨的调查，他们邀请了整整300位全日本最顶尖的名医，让这些医生根据自己一辈子的行医经验，共同投票选出最值得推荐给民众的健康长寿食物，而醋就堂堂正正地进入了这份权威名单。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日本厚生省公布的全国长寿排行榜，最爱吃醋的地方是爱媛县，当地人平均1个礼拜要吃2到3次醋，而爱媛县呢，刚好就是全日本长寿人口排名第8的县，这绝对不是巧合。专家研究发现，醋对人体有4大宝贵的好处。第一，可以辅助抑制血糖的飙升；第二，能帮忙稳定血压；第三，可以快速恢复疲劳；第四，能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对中老年人来说，这4项好处每一项都是金子般珍贵。但醋最神奇的吃法是什么呢？答案是搭配鸡蛋一起吃。日本人很流行用醋泡鸡蛋，因为当醋遇上钙质的时候，钙质的吸收率会比平常提高将近 1.2 倍。这对于害怕骨质疏松的中老年朋友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所以下次炒青菜的时候淋一点点醋进去，不要再小看这个动作，这可是长寿国家流传下来的养生密码。排在第9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蒜了。看到这个位置，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意外，大蒜这么厉害，怎么才排第9呢？大蒜不是被誉为地表最强天然抗生素吗？不是被联合国评为最具抗癌潜力的植物冠军吗？怎么挤进前10名，却只能屈居第9？别急，我们慢慢来看。大蒜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含有一种叫做大蒜素的硫化合物，这种物质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珍贵的天然抗生素，对很多致病细菌和病毒都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古代没有现代抗生素的时候，老祖宗们生病感染靠的就是大蒜撑过来的。除了杀菌之外，大蒜还能促进胰岛素分泌，帮助扩张血管，所以它对辅助降血压和预防动脉硬化都有相当不错的效果。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许多医生都会建议多吃一些生大蒜。更厉害的是，大蒜里面还富含锌和硒这2种宝贵的微量元素，这2样东西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帮忙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自由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到处乱跑的小型炸弹，正是让我们衰老和生病的元凶。而大蒜刚好可以帮忙拆掉这些炸弹，所以常吃大蒜的人，老化速度真的会比较慢。但是大蒜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大蒜素这个宝贵的成分极度怕高温，温度一高就会立刻分解失效。所以你如果把大蒜丢到油锅里爆香炒到焦黄，那大部分有效成分早就化为乌有了。专家建议大蒜最好的吃法
是先切碎或者捣成蒜泥，静置10到15分钟，让大蒜素充分释放出来，然后生吃，或者最后拌进凉菜酱料里。记住这一点，吃大蒜的方式不对，等于白吃一场。排在第8名的是色彩鲜艳、人见人爱的番茄。番茄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好，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真正为什么好，更少人知道番茄正确的吃法究竟是什么。番茄里面含有一种非常珍贵的红色色素，叫做茄红素。这个茄红素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是目前已知最强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以上。它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分解血液里的血凝块，预防脑梗塞，甚至可以大幅降低男性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对于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番茄绝对是非吃不可的健康食品。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多数人都不知道，那就是番茄千万不要生吃。是的，你没听错，番茄千万不要生吃。为什么呢？因为茄红素被一层厚厚的细胞壁紧紧包围着，你生吃番茄的时候，这层细胞壁很难被消化系统破坏，所以茄红素根本进不了你的身体。多项研究数据显示，加热过的番茄茄红素的吸收率比常温生吃高出整整3倍以上。那要怎么吃才正确呢？最好的方法是用油快炒或者煮成番茄汤，因为茄红素是脂溶性的，必须要靠油脂才能被人体吸收。所以家里常见的番茄炒蛋这道菜其实就是一道顶级的养生料理，营养价值高的惊人。而那些喜欢生啃番茄的朋友，虽然吃了一肚子番茄，但真正吸收到的营养可能只有一点点，这就太可惜了。排在第7名的是被营养学界誉为蔬菜之王的花椰菜，特别是绿色的青花椰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绿花椰。有一项非常严谨的研究，曾经把几十种常见蔬菜做了全面的营养成分比较，结果你猜怎么样？花椰菜的综合营养价值和防病作用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蔬菜，稳稳地拿下第1名。它含有的维生素种类齐全到让人吃惊，从维生素 A 到维生素 C 再到维生素 K 几乎一个不缺，矿物质和食纤维的含量也都非常丰富，特别是叶酸的含量，这正是花椰菜营养价值高于普通蔬菜的关键原因。对中老年朋友来说，花椰菜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可以全面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免疫系统会慢慢变弱，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家容易感冒、容易生病的根本原因。而花椰菜里面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特殊成分，这个东西可以激活我们身体里的解毒酶，帮忙把体内的致癌物质清除出去。多项国际研究都证实，常吃花椰菜的人，罹患胃癌、大肠癌、乳癌的几率都会明显降低。花椰菜的吃法也很有讲究，煮得太老会让那些怕热的维生素和萝卜硫素大量流失。最好的烹调方式是先用滚水快速汆烫1分钟，然后立刻捞起来沥干，这样既能保留营养，又能去除生味。或者用蒸的也很好。总之，千万不要长时间炖煮，那样等于把营养全部丢到水里。每个礼拜吃个3到4次花椰菜，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养生投资。排在第6名的是被称为东方龙脑的豆腐。看到豆腐上榜，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理所当然，但你真的知道豆腐有多神奇吗？豆腐的原料是黄豆，而黄豆呢，本身的营养就已经够厉害了。它富含的植物性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质量上甚至可以跟鸡蛋、牛奶这些顶级动物蛋白媲美。但这里有一个很惊人的事实，那就是直接吃黄豆，人体的消化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李特教授做过一项非常严谨的测量，结果发现炒过的黄豆消化率只有 60%， 煮熟的黄豆消化率也只有 68%。 可是一旦把黄豆做成豆腐，消化吸收率就会一下子飙升到 95%。 换句话说，吃豆腐的营养利用率比直接啃黄豆高出整整1/3以上。豆腐里面还含有一种非常珍贵的成分，叫做卵磷脂。这个卵磷脂被誉为脑神经的保护神，它能够维持大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和运转。
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预防失智症。对于担心自己老了会变糊涂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吃半块豆腐，就等于是给自己的大脑上了一份终身保险。李李特教授还特别强调，每天保证吃半块豆腐，就可以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豆腐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它富含的大豆异黄酮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可以帮忙缓解更年期不适，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豆腐这东西看起来朴实无华，骨子里却是养生界的隐藏王者。一块豆腐才几十块钱，能买到的健康价值却是天文数字，这就是它能排进前10名的根本原因。排在第5名的是中老年朋友最该每天来一杯的优格。很多朋友以为优格只是给小孩子吃的点心，其实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优格对中老年人的好处可能比给小孩子吃还要多得多。专家研究发现，优格里面的胆碱含量特别高，这个胆碱进入人体之后，可以有效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这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因为高胆固醇正是心血管疾病的头号元凶，而且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肠胃的消化功能会慢慢变弱，便秘成了很多老人家难以启齿的痛苦。喝优格可以非常有效地改善这个问题，因为优格里面的活性益生菌可以帮忙平衡肠道的菌群，促进肠道蠕动，让排便变得顺畅轻松。肠道干净了，整个人都会跟着轻松起来，皮肤变好了，气色变好了，连睡眠都会跟着变香。专家建议，中老年朋友每天最好食用200到300克的优格，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坚果或者新鲜水果一起吃，这样搭配效果会更好。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那就是喝优格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喝浓茶或者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把优格里面珍贵的益生菌全部杀死，等于白喝一场。另外，市面上很多所谓的优格其实是高糖饮料伪装的假货，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成分标示，选择糖分含量低的原味优格才是真正的养生选择。记住，真正的优格尝起来是微酸的，那种甜甜腻腻的，喝起来像甜汤的东西，根本不能算是健康食品。排在第4名的是冬天最便宜最普通的大白菜。这个排名一出来，多少人都惊呆了，这么便宜的大白菜怎么可能挤进前5名呢？别小看大白菜，老祖宗留下来一句话叫做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背后可是几百年累积下来的养生智慧。大白菜的营养价值高到让人吃惊，它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等宝贵矿物质，更不用说那大量的粗纤维了。大白菜对中老年人的好处有4大方面。第一，它富含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可以大大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常吃大白菜的人不容易感冒。第二，大白菜里面的纤维素含量高得惊人，可以润滑肠道，促进排毒，让你的肠子越来越干净。第三，大白菜可以有效预防老年性的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这对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是顶级的天然保护。第四，大白菜还能帮助人体吸收动物蛋白质，所以你吃肉的时候配一点白菜，营养吸收会更好。大白菜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优点，那就是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一颗大白菜可能只要几十块台币，但它能给你带来的营养和健康价值，比那些几千元的进口补品还要实在。冬天到了，来一锅热腾腾的白菜炖豆腐，又便宜又养生又美味，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最高生活智慧。记住，便宜的东西不一定差，贵的东西不一定好，大白菜就是最好的证明。下次走进菜市场，看到角落里那颗朴实的大白菜，请别再忽视它，它可是世界第4的健康食品。排在第3名的是日本人天天吃的纳豆。这个东西初次见面的朋友可能会被它独特的气味吓到，但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请你闭着眼睛也要把这玩意儿吃下去，因为它真的是中老年人的救命稻草。纳豆是用黄豆透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传统食品，这个发酵的过程非常神奇，
会产生很多原本黄豆里没有的生理活性物质。最厉害的一种叫做纳豆激酶，这个东西的作用简直像魔术一样，它可以溶解我们血管里的纤维蛋白，更可以直接溶解血栓。你想想看，中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不就是脑中风和心肌梗塞吗？而这两种致命疾病的元凶，正是血管里那些顽固的血栓。当血栓堵住脑血管的时候，人就中风；当血栓堵住心血管的时候，人就心肌梗塞。一旦发生这两种状况，轻则瘫痪，重则丧命。而纳豆激酶就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天然血栓溶解剂，每天吃一点纳豆，等于每天都在帮自己的血管做大扫除。日本医学界曾经发表过一份重磅研究，他们追踪了日本各个行政区的女性髋部骨折发生率，结果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规律：纳豆吃得越多的地区，女性的髋部骨折率就越低，两者呈现非常明显的负相关。这背后的工程就是纳豆里面丰富的维生素 K2， 这个维生素 K2 可以帮忙把钙质带进骨头里，预防骨质疏松。除此之外，纳豆里面还含有两种叫做染料木素和染料木苷的成分，这是强效的抗癌物质，可以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病率。纳豆独特气味里的吡嗪化合物则能降低血液凝结的可能性，对心血管健康极为友好。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纳豆真的是集降血压、抗氧化、防骨松、防血栓以及防癌等多重功效于一身的超级食物。当然，纳豆独特的气味确实让很多朋友难以接受，但你可以加一点葱花芥末以及酱油，把它充分拌一拌再吃，味道就会好很多。最好早餐的时候吃，因为血栓最容易在清晨形成，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喜欢早餐配纳豆的科学原因。不过要特别提醒，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华法林的朋友千万要避开纳豆，吃之前一定要先请教自己的主治医师。排在第二名的是大海里游来游去的鱼，特别是深海鱼类。看到第二名是鱼，可能很多朋友会点头表示认同，因为这实在太合情合理了。鱼这个东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含有的营养成分是其他任何肉类都比不上的。第一，鱼肉含有最优质的动物性蛋白质，这种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高达 95% 以上，比猪肉、牛肉、鸡肉都要高出一大截。蛋白质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建材，没有足够的蛋白质，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免疫力越来越差，肌肉越来越少。中老年人最怕的肌少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蛋白质摄取严重不足。第二，深海鱼类里面含有一种人类自己没办法合成的宝贵物质，叫做 Omega-3 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DHA 和 EPA。这两样东西被誉为脑黄金，可以大幅提升大脑的功能，预防老年失智症。同时，它们还能调节血脂，降低三酸甘油脂，预防心血管疾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过一项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发现每周吃2次以上深海鱼的人，发生心脏病猝死的几率比不吃鱼的人整整低了 36%。 这是什么概念？这等于是给你的心脏上了一份天然的保险。第三，鱼肉的脂肪含量低，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也低，吃多了也不会发胖，更不会升高胆固醇。对于想减肥又怕营养不够的中老年朋友，鱼是完美无瑕的选择。那哪些鱼比较好呢？青鱼和秋刀鱼，还有鲑鱼以及沙丁鱼、鳕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这些深海鱼的 Omega-3 脂肪酸含量都非常高，建议每个礼拜至少吃2到3次鱼，每次大概一个手掌大小的分量就足够了。烹调方式以清蒸烤煮为主，尽量避免油炸，因为高温油炸会严重破坏掉珍贵的 Omega-3 脂肪酸。记住，鱼是大海送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千万不要错过。好了，重头戏终于来了，排在所有健康食品第一名，傲视全球的养生冠军是什么呢？答案揭晓，就是那个你家水果篮里几乎天天都有的苹果。是的，没错，就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便宜到让你想不到的小小苹果。它一举打败了所有的山珍海味，打败了所有的进口补品。
稳稳坐上了世界10大健康食品的宝座。为什么是苹果呢？让我来告诉你，苹果到底有多神奇。第一，苹果是名副其实的抗氧化之王。研究发现，苹果的抗氧化剂含量是所有日常水果中最高的。一颗中等大小的苹果，抗氧化剂含量是75克蓝莓的 2.5 倍，是茶的2倍，是柳橙的3倍，更是香蕉的整整8倍。抗氧化剂的作用就是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细胞病变，降低罹癌的几率，延缓身体老化。第二，苹果是心血管的守护神。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过一项著名的研究，他们发现每天吃2颗苹果，或者每天喝1杯半的纯苹果汁，可以显著降低血液里的坏胆固醇含量，预防动脉硬化。欧洲另一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更显示，常吃苹果的人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比不常吃苹果的人足足低了 40%，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第三，苹果是糖尿病的克星。苹果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胡皮素的特殊类黄酮化合物，这个胡皮素可以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帮助稳定血糖。苹果的升糖指数很低，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适量食用。第四，苹果是肠道的清道夫。苹果富含的果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滋养肠道的好菌，抑制坏菌生长，预防便秘，预防大肠癌。第五，苹果是骨骼的好朋友。研究发现，苹果里面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做根皮苷，加上微量元素硼，可以帮助提高骨质密度，特别是对更年期女性预防骨质疏松，效果非常显著。第六，苹果对大脑也有惊人的保护作用。最新的研究指出，苹果里面的胡皮素可以穿透血脑屏障，直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预防失智症和阿兹海默症。有一项追踪超过13万人长达24年的大型研究发现，摄取较多富含纤维的低升糖负荷水果，特别是苹果和梨子，随着时间推移，体重增加的幅度最小。也就是说，苹果不仅养生，还是天然的减肥圣品。更神奇的是，苹果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苹果里面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可以延缓皮肤老化，让你的皮肤保持水嫩有光泽。苹果还有天然牙刷的作用，咀嚼苹果的过程可以帮忙清洁牙齿，杀灭口腔细菌，预防蛀牙和口臭。最关键的是，苹果便宜啊，一斤苹果顶多几十块台币，比那些动辄几千上万的补品实惠太多了。中老年朋友每天吃1到2颗苹果，坚持1年下来，可能比你吃什么名贵中药都还要有效。所以说，西方人那句1天1苹果，医生远离我，这真的不是空话，而是经过科学反复验证的养生真理。那么怎么吃苹果最好呢？专家建议，苹果最好连皮一起吃，因为苹果皮里面的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含量是果肉的好几倍。当然，吃之前一定要把表皮好好清洗干净。秋冬季节如果嫌生苹果太凉，可以蒸熟或者煮熟之后再吃。熟苹果的抗氧化能力甚至比生苹果还要强，特别适合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睡觉前吃1颗鲜苹果，可以帮忙清洁口腔细菌，改善睡眠品质。早上吃苹果则是最理想的。老一辈有句话叫做早上吃苹果是金苹果，中午吃苹果是银苹果，晚上吃苹果是铜苹果。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有它的道理。好了，世界10大健康食品的榜单，我们今天从第10名一路讲到了第1名，让我们再来回顾一次这份榜单。第10名是醋，第10名的醋能辅助稳血压、促代谢。第9名是大蒜，大蒜是天然抗生素，也是抗癌冠军植物。第8名是番茄，番茄的茄红素是顶级抗氧化剂。第7名是花椰菜，花椰菜是蔬菜界营养之王。第6名是豆腐，豆腐是东方龙脑，护心又护脑。第5名是优格，优格能调肠护心，降胆固醇。第4名是大白菜，大白菜便宜又能保平安。第3名是纳豆，纳豆能溶血栓，防骨松抗癌。第2名是鱼，深海鱼是脑黄金的最佳来源。第1名是苹果，苹果是抗氧化、抗病、防癌的全能冠军。看看这份榜单，你发现了吗？真正的健康
从来不在那些高贵昂贵的补品里，而是就藏在我们每天的家常便饭中。民以食为天，吃得对能延年益寿，吃得不对再贵的补品也是浪费。中老年朋友从今天开始，不妨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每天吃1颗苹果，每周吃2次深海鱼，每天来半块豆腐配上一杯原味优格，三餐里面有花椰菜和大白菜，再加上一点纳豆和生大蒜，烹调的时候别忘了淋一点醋。坚持半年下来，你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皮肤变好了，精神变足了，肠胃变顺了，连睡眠也跟着变香了。健康从来不是贵出来的，健康是吃出来的。把这份10大健康食品的榜单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让他们知道最好的养生方法不在药房里，不在保健食品店里，而就在自己家的厨房里，